除了航母本身，其核心作战力量歼15舰载战斗机也在不断的发展。4月19号，央视公开报道的新闻显示，航母舰载航空兵部队近日组织空中加受油、近距离空战、跨昼夜飞行等实战化科目的训练，练精练强飞行员全天候、全时域作战能力，加速推进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提升。空中加油被称为空中穿针引线，而此次空中加油，加油机和受油机是同种型号的歼15战机，所以称之为伙伴加油。新闻画面中详细展示了飞行员视角2架歼15伙伴加油的细节。显示正在加油，好的，显示加完了，不灵。伙伴加油过程中，受加油机尾涡和空中气流的影响，对飞机精准操纵和修正比较困难。随着距离的接近，加油软管锥套受流场影响，会产生不规则的摆动，对完成对接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歼15伙伴加油对于我国航母编队远海训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据介绍，它可以延长受油战机的留空时间，不仅能在紧要关头救命，更弥补了辽宁舰华跃式航母的最大软肋，大大提高了飞鲨的载弹量，延伸了作战半径，是舰载机部队必须掌握的作战技能。具体来看，歼15属于重型舰载机，最大航程为3500公里，但是在作战时要挂弹，而且要考虑作战时必不可少的机动所消耗的燃油，再加上还要保留10%的返程燃油余量，因此其作战半径并不是非常大。目前来看，要想最大限度延长歼15的作战半径，伙伴加油是最有效的途径。通过伙伴加油，可以让歼15以多载弹少载油的方式起飞，起飞后再为飞机加满油，提高其单次的攻击效率。那么这一次歼15它完成了这种伙伴加油，我觉得对于这个中国海军航空兵，特别是舰载航空兵，它的作战能力来说是有一个标志性的提高因为我们知道通过加油我这个舰载机它的作战半径可以进一步的增大尽管它只是伙伴加油机，而不是专职的一个加油机。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航母上起降，它和在陆地上是不一样的，它是没有这么多的备降机场如果我在这个海上飞行这个遇到了故障，或者说我航母的甲板不能马上清空来接收飞机的话，那么一架同等的伙伴的飞机上去给它进行这个加油这种活动，使它能够继续保持在空中盘旋。这样的话，对于飞行的安全性包括飞机的持续作战能力，都是有这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的。舰载机夜间起降是航空母舰作战应用领域最高难的技术。4月19号的官方报道还罕见公开了歼15战斗机夜航训练飞行员视角的画面。在微弱灯光下，一批战机伴着夜幕升空。夜间飞行参照物少，飞行员很容易视觉疲劳，产生空间错觉，甚至迷失方向。有飞行员曾介绍到，夜间舰载机飞行员在空中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航母上的3条线1个灯。对于飞行员来说，看到的东西越少，就会感到很无助。面对运动的航母，舰载战斗机要在夜间复杂环境下降落起飞，风险高，难度大。而作为一名合格的歼15飞行员，必须要掌握夜间着舰的技术，获得夜间上舰资质的认证。这不仅考验着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更考验着飞行员极强的心理素质。报道称，舰载航空兵部队结合夜航的特点，综合考虑飞行员技战术水平、身体条件等因素，提前开展飞行安全风险评估，逐步加大飞行训练难度，强化飞行员对目标搜索、识别和突击的能力。我们连续多天组织多科目大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专攻精练、自主探索，完成了低空突击突防等多个训练科目内容，再次实现了夜间核心作战能力的升级。